季星，曾总，有时间吗？你们去准备一下下午的展台，让小尚再准备一些宣传册。好。星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，确实厉害。谢谢。曾总不是只为了跟我说这个吧？你现在说话很硬气啊，是不是觉得赢了我？广华做的是诊疗机器人，星辰做的是3D 医疗打印，合作可以有，竞争谈不上，哪儿来的输赢？你跟韩婷在一起没多久，说话倒学了个3分像。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，我都没学会。这一点上，你确实赢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？星辰虽然发展的不错，但仍旧比不上瀚海。不是因为你们技术不行，而是因为瀚海比你们更早之前就有一位大人物在背后支持。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。他刚回国，根基不稳，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医，他就立下了军令状，争取时间改革东医，为瀚海并入东医做准备。至于星辰，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。等到军令状完成，至于是让星辰生，还是星辰死，完全看他的心情。当然，也看他对你的喜好。你让他欢心呢，他就留你一命；你要是讨他不喜欢，他就掐死你。你不用在这儿挑拨离间。就算他投资瀚海，那也是他的事情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你啊？我以为你们无话不谈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？也是，要是真的了解，按你这个性子，在他身边也是待不住的。他这样一个男人很好，是不是？女人都很难拒绝。可是你单纯，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？他喜欢你什么？单纯吗？季星，命运诱惑赠给你的礼物，你只知道喜滋滋的拆开它，你从来没想过，当你收下这份礼物，要付出代价的。
吓我一跳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了？今天的展会，我发现瀚海发展的太快了，星辰根本就没法比。瀚海已经稳扎稳打5、6年了，才有现在的成就。星辰已经发展的很快了，让很多企业都望尘莫及。可是星辰再往前追的时候，瀚海也不会停步。今天怎么了？上次见爷爷，你不是说瀚海不是你的目标，你要走自己的路吗？一个展会而已，瀚海又让你迷失方向了？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安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，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欣欣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。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，需要3观、时间、精神、灵魂方面的契合。今天有点累了，我先去洗澡。欣欣，欣欣，欣欣，
进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还是 A 轮融资的事儿。坐。现在想投资星辰的资本很多，我们有足够多的选择，但还是要尽快做决定了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东一？不一定，融资后我们跟东一的股份都会被稀释。如果引入外部公司的投资，我们只要在股份比例占大头，就还能保留决策话语权。但如果还是东一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被彻底架空。以星姐和韩总的关系，不至于吧？爱情是爱情，事业是事业。星姐，我们只是给你个参考，你尽快做决定就好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行，那我先去忙。嗯。怎么了你？状态不太好。没事儿，可能最近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你忙完这阵儿给自己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老板，今天季总不和您一起啊？他先走了。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韩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欣欣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，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。这么早叫我来干嘛呀？什么事儿？水都烧干了，你不泡茶呀？他知道了。谁呀？季星。你终于告诉他了，不用再替你捏把汗了。他从别的地方知道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人呢？去和同科聊 A 轮融资。长河？那你还不赶紧拦着他？他现在在气头上，跟他聊什么都没有用。
老板，季总已经跟 A 轮投资公司谈好合作条件了，要不要约季总谈一谈？不用了，直接召开董事会吧。好。恭喜常总入股星辰。谢谢袁总。如果没有苑总在董事会上的帮忙，融资方案也不会这么顺利的通过。常总，这事儿可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啊。苑总放心，绝对保密。等董事会发现同科注资入股了星辰的第三方公司，成为了星辰的股东，侵入东一旗下资产，我看他怎么跟董事会交代。苑总厉害，这次就算是韩婷完成了军令状，董事会也一定会问责，苑总就可以顺理成章收回东一的管理权了。但是韩婷这个人做事情总是走一步看三步。这次的融资决议会，他这么痛快的就投了赞成票，我总担心他有后招啊。这次我用的是第三方公司，他不知道底细也很正常。就算是他知道了，他总不能推翻董事会的决议吧？苑总就别担心了。累了吧？我洗了草莓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我跟长河合作了，星辰 A 轮融资的第三方公司是同科。我知道。你不生气？你希望我生气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这话问反了。现在不是应该你跟我讲讲，为什么整这一出？同科是我竞争对手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在乎吗？你已经有瀚海了，星辰归谁对你来说重要吗？还是你觉得什么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星辰宁可毁掉也不会给其他人？我投资其他公司控股瀚海，这不正常吗？别的事情也就算了，可是瀚海，你为什么要隐瞒我？涉及商业机密，之前没法告诉你。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要投星辰？是为了找个掩护瀚海的烟雾弹？
之前是你需要融资，如果不是我，星辰能有今天吗？星辰是有你的功劳，可它也是我做出来的。设计产品、推进试验、找合作机构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星辰是我的，它不是你的，你没有资格拿来玩。我玩什么了？我是插手你们星辰的决策，还是做了什么伤害星辰的事？星辰发展的好，对我有好处，我为什么要毁了它？是，你不会想要毁了星辰，因为他做的足够好。但如果以后他做的更好，像瀚海那样，你就不会放手了吧？所以你才想要把星辰并入瀚海。星星，没有背景的创业公司本来就很难。与其被同行排挤打垮，不如被强者收购。小企业想要变强，最好的机会就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。瀚海跟星辰都是东一旗下的公司，与其相互竞争内耗，不如优势整合。机遇和选择，永远比努力重要，而且重要的多。这个就是现实。所以我认清了现实，我选择傍着同科这棵大树。我为了利益坑了你，你不该表扬我学有所成吗？你可以讲理性，我也可以讲我的喜好和利益。我选择了我喜欢的同科。你当然可以有你的选择。首先，你得有资本。你有吗？你没有。我可以禁止你的选择，因为我有星辰33.4%的股份。你这么摆我一道，无非就是知道我不会为难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计较呢？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陪了你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那么大方，会跟我计较？那你要多住一会儿了。长河把他手上30%的星辰股份转给了我，目前我对星辰的控股53.38%。你不是竞争对手？因为我拿了他更想要的东西跟他做交换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交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你只是担心我会占据星辰，你可以告诉我。以我们的关系，我会不给你吗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？一个宠物？一个玩偶？
你对我的好，对我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还是说，那只是你擅长的手段？换一个人也一样。你觉得我很闲吗？闲到没事就哄你骗你。你看人真的一向就不准。童科为什么要残蛊星辰？你有想过吗？因为他们要联合韩院，要置我于死地。韩院就是在利用星辰，开个口子夺走东一。为了利益，他们转手就能把你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早就料到童科会这么做，你甚至希望他们能成功。你是为了找韩院给长河泄密的证据，你抓他把柄，星辰在你那儿就是这样一颗棋子。棋子？如果只是棋子，我会费尽心思将他从童科那里收回来。星星，只要你想要，星辰就还是你的。太可怕了！你不要再跟我讲这是商场应该要怎么做，不要再拿这些当借口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虚伪，你冷漠，唯利是图，你这个人没有心。你别闹了，星星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明明那么开心，你给我庆生，给我定位。你把家里门锁都换成了我的生日，你带我去见你的家人，我以为你喜欢我，我才会喜欢你，不然我才不会喜欢你。不是喜欢你，你就是个骗子。你对我的好，只是因为我合适你的条件是吗？骗子！你听我说，你别过来，别碰我！你听我说，七星，我不想听，你别碰我！你太可怕了！